欢迎来到春晚讲堂，这是李老师在多伦多给大家分享种菜经验。这个多伦多的天气呢，从夏天转变到秋天，转变得很快。8月31号还很热，27、8度、30度。那9月1号，一天之内温度掉了差不多10度。那这就给我们种这个秋天的吃的菜和冬天吃的菜带来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因为我们这个秋天吃的菜现在正是秋收，没有问题。但冬天吃的菜，我看过有些人在说，那9月份种，那9月份种来得及来不及呢？根据我在温哥华12年种菜的经验，实际证明，在加拿大想吃冬天的菜，9月份种实际上来不及。为什么呢？温度掉到18度以下，15度以后掉得很快，每天往下降。这些菜没有足够的温度来发育，出苗差不多要2周时间，那到开盘差不多要1个月时间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其实我是这样的，就是采取技术的方法。那咱们先从第一个菜说起。那好，第一个菜红杆芹菜和中国芹菜，在蚕豆收了以后，那是6月底，蚕豆杆拉秧埋下去以后，就种了红杆芹菜。那现在刚好开始可以采收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大叶菠菜。这个大叶菠菜呢，可以说是一个万岁菜。为什么呢？我们3月中旬种，5月份、6月份收，一直收。它除了少数的抽台准备收籽的以外，大部分还没有抽台。我就把它从地里边移过来，把地腾给豆角。这边呢，西福路拉秧是在6月底、7月初拉的秧。拉了秧以后，唯一腾出来的地就是这块地，那其他地都还站着，怎么办呢？技术。什么叫技术呢？这小小一块地里面种了一排一排的菠菜，大叶菠菜，然后呢，在里面育苗，育了一部分莴笋苗，种到了西红柿下边，育了一部分红杆芹菜，移栽到那边去了。那边当时还有茄子在，移栽的时间是茄子拔了以后，到了8月上旬才移栽过去的。那萝卜是例外，萝卜不能移栽，这也是西福路的位置。那白菜呢？白菜在这块来育苗，移栽过去。那好，技术的办法解决岔口的问题，因为在8月底之前，大部分地都被夏天的瓜果菜占着。通过育苗解决岔口的问题。那好，这叶子菜呢，还有一个问题。首先一点是它们大部分是十字花科的，十字花科的毛病，大根病，我们只能靠轮作来解决，不虫叉。另外最严重的问题是虫害，虫害它有2个虫害，第一是根蛆。根蛆是一种鹰类，类似苍蝇，它的成虫产卵到土壤里边，然后幼虫吃白菜或者萝卜的根，是根蛆。另外就是菜青虫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那2个问题，两个办法来解决。根蛆的问题，既然是鹰类产卵到土壤里边，我们一方面要保证土壤的干净。所谓保证土壤的干净，就是不使用任何脏的肥料，既要保证土壤肥力，又不让土壤变脏。那我的办法就是3个办法。第一，种在豆科的地里面，因为种过豆科以后，那豆角的地肥力很高。第二个，豆杆当做绿肥直接填埋，这效果怎么样？待会我们过去看。第三一个就是土壤活化剂，所以我
种的时候用的唯一的肥料就是第5代双花剂。那治根区的话，还有一个就是黄板上面沾了很多苍蝇，大家可以看得到。那我们现在过去看看这个防根区、防菜青虫的办法。白菜2周前育栽的，已经明显长高了很多。这个撇兰也是2周前育栽的，虫害的话，基本上就说是在可控范围之内，不是个问题。所以这蚊帐的效果呢，它是2方面的效果。一方面挡住蝴蝶的产卵，防止菜青虫。第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在这个时候，既要挡住菜青虫，挡住蝴蝶，又不能说我用塑料布来覆盖，用塑料布来覆盖它温度太高，它太高以后生长不了的。那这个防虫网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，它既能挡住虫子，温度又不至于过高，这个菜的长势很好。当然我们现在根据这个菜的情况的话，还得根据天气的变化，如果白天的温度下降到20度以下，夜间的温度下降到15度以下的话，那我马上换上一个塑料薄膜，保证它的生长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祝大家种植愉快，身体健康。